一个词条，说乐言夸室友美快，单独把这个词条上，所有人都美。我是属于那种，我上一秒就是觉得发现自己态度有点不好，我下一秒立马妈妈对不起。猜猜看，他们有几条能播出？如果你猜对了，我要发一条微博夸一夸你；如果你猜错了，我来发给你，对不对？你发一条微博夸夸我，看到这种剧就好爽，就感觉想到了我们平时找主编深造的时候。我没有过这种为工作熬通宵的这种经历，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样，其实还是挺心疼的。有些还大3、大4呢，还没毕业。对，那些夜都没白熬，对，那些泪都没白流。对，是的。大家好，我是乐言。大家好，我是冯琳。好，欢迎来到心动的信号。欢迎今天的女嘉宾颜子老师。P 成绿色。好吧，是心动的 offer。大家好，耶，来到 offer 喽。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俏？好，我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俏，仅限于226只。大家好，我叫林子。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怎么说团建日，对，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彼此最熟悉的称呼就好了。对，其实，在机器开机之前，我们已经聊了800个八卦了。但是没有关系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要聊的。你最近工作忙吗？我约了你好几次啊，你也约了我好几次，当然。但彼此都错过了，谁也不要指摘对方。对啊，工作太忙。想必今天一定有很多话要说吧？之前没说的话全部都在今天说了。你想有什么工作安排吗？今天啊，就现在啊，此时此刻啊，就超喜欢这种工作的，又可以玩，又可以聊，又可以跟闺蜜见面。请这样的工作多多吻上来好吗？多多吻上我们226，让我们多多同框，多多一起参加节目。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7季的第6、7、8，终于开始了。两个不正经的女人，好热，好激动，好期待啊！你这是第一次看我上班吧？前面看了2期了啊，偷偷有补课这样的，对，偷偷有在追了，是很关注。但我真说实话，这次熟人太多了。太多了，在我去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师弟师妹去。你应该都认识吧？就差不多都认识，对不对？啊，师妹我是认识，师弟我都不认识。啊，我也是。对，现在都认识了，但是，哎呀，我来上班了。哎呀，好美！哎，你真的 OOTD 老好看了。哎，快，老师，到时候一定要停一下，我看一下，搜一下同款，快。单独搜一个词条，说乐言夸室友美快，单独把这个词条上。所有人都美爆热。但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啊！那确实超好看。上班还是要收拾一下的，不能像平时我们素颜见面那么邋遢，对吧？今天咱俩也是精致见面了，算是。这应该是我们俩第一次2个人收拾的这么人五人六，对，一起录节目，真的都有点认不出，感觉说话都小心翼翼了。我说，对 ，OK 好，深蹲15个，跪姿俯卧撑12个，还有锻炼计划。接下来就是练背部的，2头翘，然后手是这样。但是我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健身的，因为困，很累呀。就你每天主持那么久，然后又舟车劳顿的，回到家只想睡觉了。你平时健身次数多吗？可谓是少之又少。因为你知道我最喜欢运动是散步啊，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喜欢健身。但是我觉得就是做你舒服的运动就好了，对呀，也不用强制性。关于民生新闻的采写制作，为什么要做民生新闻？刚刚马老师在我办公室也聊了，就是这个是真正希望大家能够深入到。我其实当时听他们这一期的时候，我就是满手心都是汗。怎么呢？我毕业了之后，我没有正式做过新闻，所以我不是一个新闻人。但是你是毕业了之后就开始做新闻了，对吧？对，就他们这一期的民生新闻，基本就是我们每天在跑的内容。那所以你的工作也是要穿插着？对，有时候要到一线去。就比如说像前段时间广东台风的时候，我们很多同事都直接去追风了，就是去到湛江呀、阳江这些地方。就其实这都是我们新闻人非常你们的日常，对，非常日常普遍的生活。但我觉得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作为一个好的主持人，你首先要是一个好的记者。但是他们在选题的时候，怎么判断的可实施性呢？我能直接打电话过去问吗？是这样的，你问的好。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哎，你们平时选题是你自己选吗？还是台里会给一个选题库？就是他会给到一个每天的选题库，然后你从选题库里面挑选你感兴趣的选题，但是如何去联系，包括你跟你的被采访者去提前的沟通，然后踩点啊、时间什么的都要记者自己来做的。包括约摄像，包括约车，具体到这些细节，所有东西全部你一个人来完成。所有，就是我都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很普通的一名记者了。我们身边的那些同事们，他们就真的是天天在跑新闻现场，就我觉得蛮佩服他们的，就他们值得被看到，能够通过 offer 这样的节目。你应该有做过直播连线吧？就是你是主播台里那个还是外面的？都有做过。你觉得哪个更难？好，我觉得哪个更难呢？我觉得都挺难的。因为不一样嘛，感觉不一样嘛，就是可能你做主播的时候，你就要更加侧重于控场，包括你身边的嘉宾，你跟他的交流啊，然后包括捕捉到新闻现场的一些实时的点，然后去深入的聊。但是新闻现场可能你捕捉到的信息有限，你就把真实的状况传递给演播室，然后由演播室来跟他身边的嘉宾来深入的聊，就各司其职，我觉得。哎，那你平时要是出外景，比如说有些紧急的民生新闻事件的话，你们会涉及到你自己上去拍吗？我跟你说，现在为什么要全媒体型的人才？就是你要采、编、播、报、写、剪，全部一体化。我们很多时候摄像是不够的，就需要记者自己拿着手机直接上去拍。所以我们每天打开那个选题库的时候，你会看到后面有一个，比如说他是约摄像，什么时间哪一位，但有的人他后面是写的自采2个字，那就说明他自己要边拍边剪边播边写边报道。就全部由他一个人来完成。就现在，我觉得这是新时代对于新媒体型对融媒体型记者的一个需求。广东每年都有315晚会，其实这个晚会是全国都有的，基本上所有的新闻题材都是通过暗访的形式去拍摄的，就其实挺危险的。对，其实这样如果一旦暴露的话是那对。哇，都是当下实时的新闻题材。对，其实也是他们新闻方专门有一个就是民间爆料，是可以有民间爆料人打电话过来，我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我要电视台来采访一下。他们当时是抢的选题，就是谁先选，谁就把这个选题拿走。我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能看。好搞笑，他们俩加密通话。我觉得朗子脑子蛮活的，他就是零点子很多，是他，我刚看他好像是他提出来要去暗访，他新闻嗅觉蛮敏锐的，就是能够想到这种凌晨去暗访的。这边好像没什么吃的，我们要不回头？对啊，那边吃的还多一点。走，没啥东西啊，这边吃的。还勾着手，好搞笑。他们俩开始演情侣，真的很好笑。做戏做全套，非常标准的一个情侣博主在这里。确实给波本开一堂表演课是必要的，非常有必要，因为真的用得到。我就想到那个鲁豫老师说的那个什么2元饭店的那个事儿了。你会遇到那种就是比如说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选题法治和内心道德打架的时候吗？我个人的看法哈，作为一个新人记者或者是新的媒体人，很难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但是有一个点，我觉得不是特别推荐的，就是把个人的主观色彩过多的加之于你的新闻题材当中。因为其实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你的职责是完成好你的报道，而不是试图教给你的观众什么道理。对，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只是去客观的报道，有一些话不应该由你来说，应该由比如说当事人，然后或者是被爆料者，或者是专家。你其实可以请到比如说一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来用他们专业的口吻去说出一些观点，这样还稍显客观。所以我觉得比较要避免的就是把你主观的一些观点强加于你的新闻报道当中，因为这样会非常大程度的误导你的观众。对。我觉得客观这点其实特别难。我们要做的就是客观的报道，就是把你尽可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方的观点评价全部都呈现出来。那具体到底这个事情应该如何评判，那是执法部门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记者的职责。对，那我们的职责就是
完整的、尽量真实的去把这个新闻报道出来，客观呈现。对，客观呈现。就包括其实做主播也是这样嘛，就你在新闻播报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加之以一些你的观点的话，那就变成了新闻评述了，那就不是新闻报道了。对，所以就觉得他们其实，但是新人阶段肯定都会想的比较多，就会害怕自己这方面是不是如果多了一点笔墨，就会导致观众的一些误导啊什么的，就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对 ，OK， 我们继续。那在你看来，2年前的报道，或者说通过你的观察，2年前他们的做法和现在的做法，他们之间的变和不变？哦，所以饭店那个是之前已经报道过的新闻。对，其实那个条新闻难就难在，他那个好人好事，其实2年前就已经报道过了。对。然后，所以凯旋问出来说这2年有什么变和不变？其实这个才是核心。而且他们当时第一组选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是很意外的，因为如果是我绝对不碰这个选题，太难了，因为它一直是正面的，它没有矛盾冲突。大家其实关心的不是在这个爱情饭店上，是这2年你的其他部门有没有尽到一个对于这些老年人的职责？对，他好像在刚刚的直播连线没有太多的展示。对，像我观察到的，我身边的新闻人，像凯旋，还有西哥，白老师，就是可能在此之前，我很少有机会能够去了解不同部门，像新闻部的他们的同事日常的生活。那我可能在凯旋和西哥、白老师身上看到的就是，首先一个真的是你刚刚说的拼劲儿，对吧？因为凯旋录这个整个 offer 过程当中，你知道他经常不在，是因为他要么去上早班，要么去上晚班了。就是去做新闻直播了，他还得值班。对，就是很偏拼。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对新闻事业有热忱在。对，因为他们做的也是像他们这个选题做的也是民生新闻嘛。我真的觉得做民生新闻，就是你又有那种成就感、责任感，但是又真的很难。对，就那句话，大成无小事。对，因为整一个上海每一天在发生很多很多大大小小鸡毛蒜皮的事儿，但这些事情又真的是就是老百姓非常关心关切的话题。对，还要在这么短时间给他做出一期成片出来，这个难，其实挺难的。对，所以我就说他们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身上有那种对于观众，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关切问题的那种关心。对，我觉得就坚持下去吧，就反正已经在正道上了。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小杨就是跟爸爸打电话的那一段嘛，我觉得好真实啊。没有事情，我在工作呀，我在加班呀。哎呦，我没有听到电话，我手机是静音，我现在会议室里。我感觉看到我自己，对，在照镜子，因为现在可能会好一点。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离开家嘛，然后在外地工作，然后也没有什么熟悉的人，那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心扑在事业上，就会忽视一些家人的关心啊，或者是比较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对。但是我觉得，就大家也，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我觉得就像照镜子一样，对，去反思自己。我刚刚看到，我就刚有在默默反思自己，真的有点做不对。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上一秒就是觉得发现自己态度有点不好，我下一秒立马妈妈对不起，真的，我就立马一个低头，立马鞠躬，我就是对不起，我刚刚那个态度不太好。然后我妈说没事，反正你每次都这样，我妈也习惯。对，但其实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特别是干我们这行。有的时候你快要上播了，或者说你在准备明天一个很大的选题，你在准备明天的大主持，然后你就自己就很焦虑，然后爸爸妈妈还会给你打电话，有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对。但其实爸妈都是关心，对，都只是关心。对。而且会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是没有办法说不好意思跟爸爸妈妈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会有这种感受，因为我会觉得说爸爸妈妈。一个是不在身边，他没有办法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是。那他又做不到帮你解决问题，但他同时又会担心你，所以
可能有的时候我就会选择不说，你会这样吗？哦，那我跟你有一点点不一样，我是什么都说，就是我真的我什么都说，我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要跟我爸妈说。然后呢，他们担心就说啊，那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没事啊，已经解决了，就跟你们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的想法是我想让他们有非常高度的参与感到我的生活当中，就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就都想让他们知道。就比如说有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妈现在已经真的，就我觉得蛮大的事情。我上一次没有跟我妈说，我就去到一个城市旅游嘛，然后我觉得我妈应该啊，你怎么自己跑过去？我妈回了一个哦，然后我都震惊，我说妈妈怎么了？我们俏宝长大了。我说我妈长大了，就她已经对这些都就是因为我什么事儿都跟她说，对，就但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方式。我们都没有忽视爸妈对我们的爱，就是多多沟通。其实我觉得好像工作了以后，就是我们在成长，其实爸爸妈妈也在成长。对，多多跟爸妈好好的沟通，对，好好聊天。好，那我们接着来往下看。这个不是物业经理，不是他。所以物业经理什么时候来？好，因为你我讲白了，兄弟，你做不了主的。如果说这个原来的物业经理不做了，那新的物业经理要来，对吧？街道，你是街道，这个就很真实了。哎，你在拍摄的时候，如果遇到对方就说我们禁止拍摄，那怎么办？先离开。他们会应激，就是越是怼着他们越是对，先离开，先建立信任基础，对，不然你就根本挖不到更深的料了。对，那天凯旋就是充当他们室内的连线的主持人，是真的在直播吗？还是模拟直播？模拟直播，对。但这也是一场考核嘛。你先猜一下，就是刚刚看了4个组，对不对？你觉得哪些组是合格了？我都不用猜，那个朗子他们那一组，瑜伽那一组是一定 OK 的。这个收得很好。这个商铺的，他这个反应很快，因为他们应该没有关注过，之前没有关注过，但他就临时看到了。